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来，我们每个人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天上班，大家都准备了什么？好物分享，你有什么？我是这个，我是这个玩意。这是你自己准备的啊？对，就是生气的时候喝口水嘛，灭火器。我是大家灭火器。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就是火热上头的时候，我就可以帮他浇灭。但我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任何的火热上头的，只能是我自己。是很有风险意识，很有风险意识。好的，涛哥准备了什么？带了一个计算器，金融计算器。哦，这个其实应该是你自己上班的时候就真的会带的，因为经常算，对吧？多少年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了？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要带，我们高中考试的时候要用这个计算器，大学也是。啊，是。今天是带了那个养生茶，这里边是茶包，这个是那种熬夜的茶，哇，这有桑葚，有什么茯苓啊，有我超级喜欢茶包，我超喜欢中医，我跟你说。谢谢。然后我还带了今天，因为昨天我觉得，上班第一天的电脑我不太顺手，所以我带了自己的。哦，那自己的小肉我也带自己的。这个是 iPad， 但是是那种有带键盘的 iPad。好，现在到我的环节，我要开始分享我的上班好物了。感觉带了好多东西。首先第一个是个拖鞋，因为大家知道我平常上班就是一个要精致的女孩的状态，就会穿高跟鞋，但是有的时候就很累，你就会偷偷的换一下拖鞋，真的会带。还有，老师你会用这个吗？就是它是个清凉油，就我真的很困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涂在我的太阳穴。你可以试一下。有用吗？很有用的，就真的很有用。因为有的时候中午午休它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是什么功效啊？它本来就是应该是驱蚊止痒的，对，但是它可以提神，就是你困了就可以涂在太阳穴上。哇，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耶。你猜是谁？看，猜吧。我勒个豆！你肯定认识。白敬亭。对。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4年前的时候，在初入职场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小白，然后我就带了一个他的笔记本来。你好会给自己找个情绪价值。我经常会在办公室买那种东西，就是看起来很没有用，但是就是很可爱的东西。哇，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耶，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仪式感。对，就是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拿什么东西取悦自己？对。相当于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调节心情的精神陪伴，就让自己开心一点上班，所以就可以防止上班变丑的一些小技巧。没有人感兴趣，零人在意。很好，很好。你们零人在意的样子，给我点反应。我上班也要带这样子的东西，我也需要买一个我的玩偶。你就把你自己的。老师呢？老师会有什么上班让自己开心的技巧吗？我觉得只要上班就开心。哇，还是喜欢自己的职业，主要是。它是一个境界。哎呀，老师好，我叫高金晨，小九。我们对不？老师好 ，Hello， 见到了本人了。老师好，李虎老师您好。老师好。啊，你好。老师，压力有点大。压力啊？是吗？你说这个内容是吗？整个环节，整个意思。直接开始了吗 ？Let's go， 可以。OK， 好，很高兴给你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谢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理财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相对科学的方法论，帮助你们把后边的每一次的案例都走好。那我们今天聊一聊关于理财的逻辑和方法论的事情。首先呢，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中，我们在大金融行业里面称之为零售金融，因为金融有2部分，一部分是对公的，对一家机构、一个企业、一家公司；另外一部分呢是对个人的，这2个是有截然区别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本人的职业很有影响的一段话，这是来自于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部的，他曾经就解释过什么叫做个人理财。就他认为理财这件事情，如果的对象是一个自然人，他的目标就是应该通过理财这件事情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仅仅是把钱变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风险管理有2种，一个是广义的风险。广义的风险其实只要这件事情对生活带来不确定性，它就是风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管理它。我看到什么地方有不确定性，那我就相对应的做一些手段来把它管理住。
只要被管理住，它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增量价值。这是广义的。那狭义的风险管理是什么呢？绝对风险或者叫纯粹风险，就这件事情发生只有损失，没有任何的收益，这叫做纯粹风险。那风险管理就是管理这两种风险。理财理的根本就不是财，对于人而言，理财理的是未来会需要用到钱的事情，管事儿才是理财的核心。围绕这个给大家一个模型，就是目标、策略和工具。所以当有了目标，我们再围绕着目标定策略。那目标是什么？一个人那就是单身生活，如果结婚了就是2人世界，如果上有父母下有孩子，那就有抚养赡养。你需要管理的人被确定了，好，这些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会发生哪些事情需要消费呢？吃穿住行刚需不能少，但也有享受型的，装修房子、换一辆车、出去旅游，对不对？就是享受型的，刚需不能有风险，但享受型的可以承受啊，对吧？好，还有突发的还是有周期性的，还有现在和未来，马上就要花的钱，流动性，未来需要花的钱，确定性。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属性，把这些事情的属性罗列出来以后，多少钱呢？所以第一步就是确定人、事儿、钱这3件事情搞清楚了 ，OK， 你可以开始往下推进了。在这3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往前推进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第2件就是策略。那什么是策略？管好流动性。流动性管理就是你要确保你随时可以调用6到12个月的生活费，确保当时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花钱的事情都被管理好了，然后往前推进。风险管理，小的支出调动大的回报，把这个风险转移支付给一个机构，那 OK， 你可能很少的钱不影响你当下生活水平，你就能把这些事情管理好。这层叫风险管理。做完这一层，我们才往后考虑叫现金流管理，就是要用一个资本回报，例如利息、股息、房租、保险的年金来代替你劳动收入。那最后就是属于高净值了，一些高净值客户可能还有所有权管理，他需要的是一个财务架构，这就是我们说的策略。那围绕着这4个策略去帮助客户解决刚刚讲的一些问题，无非就是在4个策略中排序、调动和分配预算而已。那最后一步就是产品。什么是产品？其实金融产品的本质上都是债券，都是负债，都是我们一种欠条而已。所以既然是欠条，你们想一下，一张欠条上应该有哪些要素呢？欠多久，什么时候还，然后多少钱？好的，还款方式，对，还款时间，哎，其实包括他能不能还我，这是你很关心的问题。哎，这3个要素就构建了一个金融产品的3个属性，一个叫流动性，第2个叫收益性，第3个叫安全性，其实就是金融产品的3个要素，构建了一个不可能三角。这3个品质它不能同时兼顾，如果你希望同时兼顾这3个品质，就只有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叫分散配置，你在不同属性的产品之间做一个组合，使得你整个资产处于一个兼顾流动、收益、安全3要素的一个中间点，这个时候你的财务就被管理好了。还有一个办法叫拉长周期，就我此时此刻既然做不到，那我至少放弃一个。我想问你们啊，问你们4位，现在你们不可能做到分散，你们就这么多钱，你们只能砸到一个里边去。你也知道这一个产品不可能同时兼顾3个，你们放弃哪个？收益。你放弃收益，对，你选择安全跟流动 OK， 很好。我本身有没有资产能用的，还是投进去了就是全没了。我本来如果能全投进去，我就会放弃那个流动性，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手上有一笔钱是能够日常用的。你不愿意牺牲安全性去换收益，那是对吧？当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做充分分散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招，就拉长周期，接受一个损失。哪个是跟周期有关？流动性，对的，你要放弃流动性。例如，我接受5年不动它，但我希望5年之后你给我一个可观的回报。我接受10年不动它，你能不能给我更高的回报？你越愿意放弃流动性，你就能在安全的基础上去获得更高的收益性。无非就是在这3件事情上做妥协，去找到那个安全性最高的产品，这就是方法。所以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广义上的理财产品，它们大概的3要素的
一个分布。那你会看到现金管理类就是管理流动性的，这个人主要管理的是流动性，那就选择第一类的，在第一类里边选储蓄、货币基金。你发现这个人要管理的是安全性，那你就在固收收益里边，因为这部分的收益性是高的。如果在管理好流动性之后，风险管理也管理好了，你就可以开始研究如何通过参与资本市场获得相对高的回报，去跑赢那个通胀嘛。股票、基金也有实物资产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广义风险对应的产品就这些。那狭义的风险呢？那就是这些了。比如说，这个客户只能一年将挤出来3000块，难道他就不配买保险吗？当然不是了。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很担心年纪轻轻出现一些意外什么的，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保费，买不到那么多的保额，那就买意外险，杠杆非常的高。那健康险里边有医疗险，300-400块钱，300万的保额，发生风险报销，不发生风险钱没了。但是我不希望这个钱不见了，我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储蓄性质，例如叫有病治病，无病养老。医疗险不能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我开始倾向于考虑疾病险。我不发生这个疾病，保费也不会消失，甚至会以一定的比例不断的增值。我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干嘛呢？养老。到我这个年龄了，我就会选那种100%会赔付的，给我的孩子。那好，那我就考虑终身的，因为终身寿险保额的赔付是100%会赔付的，因为我肯定有一天会走。好，有的人说了，我要管理流动性和现金流管理，我要管理现金流啊，我希望每个月都给我返钱呀。年金险 annuity 专门用于管理现金流风险的，你可以用这种产品创造一个现金流，在你55岁、45岁或者75岁的时候，开始每个月给你返钱。当你拿到这个钱，完全能覆盖你的生活，让你的支出完全稳定的时候 ，OK， 退休吧。你这时候工作已经不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享受生活了。如果你都做完了，你还有结余，你可能要考虑一定的收益属性了，但是可能你不愿意承担本金损失，那你可能会选择储蓄型的保险，那它就会兼具强制储蓄和增值的功能，它可能按照一定的固定的收益给你每年的返钱或者每年的增值。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投资连接型的保险，就像个基金，完完全全跟随市场波动。所以不同的险种配合不同的管理事件，就可以能够帮大家管理好各种各样的风险。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好 ，OK。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今天其实收获蛮大的，会考虑更多关于未来该规划的事情。我觉得金融保险一方面它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托底，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一份储蓄或者是一份投资。利用我们学到的东西，帮助委托人去解决他切实遇到的一些困惑与难题。今天收获还蛮大的。亲爱的各位媒体老师、青年朋友以及主创嘉宾老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初入职场金融季媒体看片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芒果 TV 主持人赵一成，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共同解锁初入职场金融季这新一季的职场故事。这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风控代理人们一起解锁人生密码，一起从金融手段上完成一份份人生的风险减量计划。让我们掌声欢迎节目嘉宾们来到现场，还有我们可爱的金融小伙伴咕噜比，欢迎！哇，咕噜比是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对吗？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金融小伙伴咕噜比，好可爱。
哇，我发现大家现在手上除了咕噜比之外，还有一个保你的牌子，快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吧。来，从海哥开始。大家好，我是初入职场金融季的制片人文海。然后我拿的牌子呢，就是说希望观众看我们节目，我能够保大家满意。哇，包我们满意，那就快充 VIP。大家好，我是李畅，然后来自中国平安，也是本季节目的金融专家。那这次呢，我带来的祝福是人生有规划，风险有防范，保你无忧。谢谢。大家好，我是张春玲。我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身份有点多样，我就给大家爆一点点小料。我以往所有的节目当中，一般明星嘉宾都是，如果说咔结束了，下班特别快。就这个节目说咔结束了，所有的明星嘉宾，我们的委托人都会说留下来再聊会儿，因为他们需要成长。这是实话，这是实话。所以这是一个从嘉宾到观众，我觉得会包你成长的过程。谢谢陈亮老师，我们刚看这个预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还想继续看。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星辰小九，然后呢，我也是风控代理人之一。然后这个节目呢，其实我是带着一种学习的状态来学的。我的牌是保你有底，为什么保你有底呢？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包括这个节目，会保所有人这个人生的一种底。祝大家人生有底，然后这一路就是奋斗的不慌张。而且这个底不只是托底，更是底气。是的。大家好，我是刘璋。那么今天我拿的牌子是保你稳赢，是因为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除了赢以外，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理解到的一些小小的风险点。那么保你稳赢就是我利用我学到新的风控相关的知识以及我的思考，去帮助大家去排除一些小小的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桐，也是从初入职场新人季的孟雨桐小梦，再到初入职场金融季的风控代理人孟雨桐。那我的牌子是保你有钱花，也送给大家3个千万，千万有钱花，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快乐。那我提到的3个关键词，平安、健康，包括关于钱、关于快乐，都可以在这个节目找到答案。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吧。谢谢雨桐，谢谢大家。来，我们请台下落座，也请海哥稍微留步一下。我们这一次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还想继续往下看，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一次金融季它背后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节目它走过了6季，所以这一次是怎么选中金融这个主题呢？您觉得在制作过程当中，它和之前几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信息非常多元，然后我们每天的选择也非常多。我是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了解金融知识。因为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其实都在跟金融打交道，我觉得这是最直白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其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来说，我们初入职场这个 IP 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是行业，我们其实做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职务、一个职业或一个 offer。你比如说，我们第1季是做的制造业，然后第2季、第3季是做的法医，第4季是做的机长，然后去年做的是中医。然后今年呢，又是到金融这个行业，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每一个行业呢，传达一个行业的一个认知，一个行业的一个情怀。比如说我们制造业，我们选的是中国制造；我们法医呢是想做的是关于死亡教育；中医呢是传统养生；机长呢是严格的一个工作的 SOP 的一个制度。我们金融季其实我们想传达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在每天都要面临金融知识的前提下，但是我们的金融知识又并不那么充沛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托底或一个选择，进行一个事前的一个风险规避。而且我发现初入职场这个 IP 是一直在延续向前的。上一季中医的时候是替大家保健康，这一次就是保发展。然后这一季呢，我们就发现不止迎来了我们非常喜欢的张千玲老师，也迎来了优秀毕业生返场孟雨桐，还有我们披荆斩棘而来的小九，还有 AK 刘璋，以及大家都说是主场作战的院人朋友们，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嘉宾组合。那您觉得希望通过这样的嘉宾阵容，给这个节目带来些什么？又希望呈现金融行业的哪一面呢？
这一次的传的嘉宾呢，其实是各行各业，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你看我们的嘉宾，雪玲姐对一个事情的对，包括我们节目里面的案例、委托人的一些具体案例的剖析，很好的一个解析。然后小九呢，我们节目里面也说了国际化视角，在小九身上呢，我们能看到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融合。我们的 AK 刘璋，这个就毋庸置疑了，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专业保证。然后因为今天文涛是还在赶行程，没有到现场，在节目中他跟文涛强对决。哎呀，我有点好奇了。然后雨桐是我们直属职场的闺女，是我们从我们这边毕业的，但是这一次再入职的身份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5年的时间，她的成长、她的蜕变、她的收获，在节目里面其实会有非常巨大的一个体验。包括今天还有几位没到的，包括我们节目里面有20多位的委托人，非常多元的角色，构建了一个非常有趣、专业度又很强又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除了这个行业知识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有很多人生认知或者职场里面的一些认知的一些传达，这也都是在潜移默化，在具体的每一个事件里面都会有表现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收获，在人生某个重要的节点能够有些帮助。想看，期待加更追更。好，谢谢海哥，谢谢您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听完之后觉得这更是一档给我们守候的一个节目，也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拿着放大镜还有小本本去观看的节目。我想刚刚看的这些短片呢，可能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没有爽到，是不是？还想不想继续听爆料？想，所以那我们现在用更加热烈的掌声，邀请到刚刚的所有嘉宾老师们上台。我们每一个人稍后呢会要去爆料一个委托人的故事，但是不能说委托人是谁，讲出他在节目当中主要的诉求。然后李畅老师，您用我们这些金融小白也能听得懂的方式给一个建议和分析，怎么样？好的。那我们大家准备好了之后，看哪位先开始。那我先来吧。我要爆料的这位委托人呢，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场女强人，然后她大概30多岁的独居女性，这是她的关键词。她会在家的门口呢摆一些男士的鞋子，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去保护好她。曾经有一次，她生病发烧，连消息都没法回，是因为她刚好把她的密码告诉她的朋友和同事，然后她的那些朋友们呢才来她的家里面把她给救了。她希望自己在45岁左右去达到一个往幕后去转型。那通过我们的这个金融知识和我们的这个风控的知识呢，我们有给她一些从我们角度去提出的建议。哇，我听到前半段的时候，感觉现场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一些经历？门口摆双鞋，但是是自己住。李畅老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防范？其实呢，像这个情况在现代社会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个人觉得它的风险点，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准备预防的是3点。第一个呢，这种独居亚健康的情况，我建议的话，一定是要在家里安装这种24小时的监测设备。这样的话，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就可以第一时间联络到紧急的救援人，就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援。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疾病可能就是一个黄金的时间。然后第2点呢，因为他是就是单身嘛，那他可能要做一个议定监护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说他如果出现紧急的情况，他要把自己的财务决定和医疗决定交给他信任的哪个人，他可能要提前考虑好这件事情，然后去把这个规划去提前做好。第3点呢，因为他刚才提到说45岁之后就考虑要退休，所以说他个人的退休规划、充足的现金流，这么追求高品质的女性，我相信她一定是有自己对生活的要求，所以说充足的现金流可以让她很好的，可以更早的在45岁退休，同时又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对。明白了，所以我们如果有相似的案例的话，也可以小小的学起来了，就是在真正的做到事前一个防范。是的。那我来吧，因为我要剧透的是我们对接的第一位委托人。这位老师呢，是跟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类似的方面的，不管是
独居未婚的状态，还有很多方面跟我们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会有一些对父母的一些担心或者担忧，因为我的父母在泰国嘛，就比较远距离的一些照顾。这位委托人也会考虑到很全面，就是怎么照顾父母呀，或者应该怎么规划父母的养老的资金。关于工作的方面上，也会要熬夜呀，要经常出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它这样子？因为他是独居，然后可能年纪应该是也是在什么年龄段？是我们的前辈是前辈，对。OK， 那么可能他未来也要考虑自己的这个就是养老的规划，或者说他自己就是失能失智之后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风险，以及父母失能失智的照护。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他就是应该要给自己做好这个养老资源的准备，以及医疗资源的补充，还有就是这种养老社区的这些安排，一个是保护他的父母，另外一个是保护他自己，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品质和尊严的一个养老生活。第二点呢，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因为他的年纪可能会比前面一位更长一点，然后呢，他又是单身，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考虑使用保险金信托或者家族信托的工具，加上遗嘱或者是定向、意向就是意向指定的这些工具来实现，就是他把他自己积累的一生的财富，他到底未来是想要留给谁？因为他没有配偶和孩子嘛，我们积累的财富一定是要守护我们真正爱的人，而不是被旁落或者引起纠纷，那反而财富就会变成我们的负担。所以反而是更早的去做打算，一定需要的。来，接下来雨桐。好，那我先说。我的这位委托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艺人，也是一个童颜女神。我觉得在座所有人应该都看过她的电视剧，反正我是看着她的电视剧吃饭睡觉的这种程度，国民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她曾经因为一些个人的生活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她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励志的姐姐，而且她还是一个宠物达人，还有非常多的小猫和小狗。她现在的人生理想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闺蜜们一起去养老。那在节目里呢，我们也是有一起唱歌，我觉得也是圆了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大家都觉得很向往的生活，对。但是其实是隐藏了很多风险，对不对？对，像我们刚才提到第3位女神也是同样如此，她需要准备充足的现金流和养老资源，养老资源一定包含的是金融资源和医疗资源，这2部分准备充足了，她才能够有安心的底气去和自己的闺蜜团每天玩得很开心。然后第2点呢，因为他提到说他过去是有过一些债务的，可能的话他过去是不是在风险的这种防范上以及财务的隔离上，在这一块上的意识会稍微的弱一点点。那我们也经常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是，我们的财富管理不仅是要看到收益，更是要看到风险。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买保险其实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避免那个小概率的输。那最后，钱玲老师想听听您分享的委托人的故事，能报得多一点吗？太可以了。啊，那就多一点哈。就这位委托人呢，很多年前就红遍亚洲了，就属于那种美的张扬、爱的热烈、努力的精彩的那种人，而且特别勇敢。但风险跟勇敢是相关的。由于太勇敢了，所以他就遇到了特别大的金融风险。大概率哈，你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也遇上过。谁曾经投资赔过钱？举个手。就是这坑吧，大多数人都会掉下去，无非是掉得深一点儿、浅一点儿。那不巧，就是他结过3次婚，然后带着年下弟弟一起来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风险就很大，你知道吗？就这家里吧，比1个人投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是2个人都投资失败。比2个人投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是，你失败了我不知道。失败之后，他们俩还要同时创业。
谢谢张老师。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就像刚才全宁老师提到，就是这位女生非常的勇敢，所以有的时候勇敢它就是有两面，有 A 面有 B 面。A 面可以就是更热情的享受生活，但是 B 面在投资中可能就会出现刚才他所提到的人生的这个黑洞或者投资的黑洞。首先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他最应该先给自己规划一个家族信托。因为这部分的资金是他要去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们。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养老的钱也得准备好，就不能说到时候创业，因为创业然后养老的资金没了，对吧？所以一定要专款专用这部分资金。第三个就是用于创业的资金，我建议的话，他一定要深度的研究，做自己看得懂的领域，因为现在确实风险是非常大的，大部分的投资陷阱都是在跟风或者情绪的影响中所带来的，就是绝对不能盲目跟风。是的，是的。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我们李畅老师的解答。那最后呢，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一个福利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关于初入职场金融季好奇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准备举手提问。古鲁比，你来了，辛苦了，你是第一名提问哦。你要提问八卦一下，这样古鲁比来给我们媒体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你的好奇。你真的是八卦第一名。古鲁比说，八卦一下，孟雨桐老师谈恋爱会不会影响到工作状态？就怎么降低这种风险呢？我也想知道哦。那你说一下。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恋爱脑哎。比如说我失恋了，我这失恋我1周都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说这个恋爱脑也不是说完全是贬义的，只是说我非常容易在情感里面很盲目的、非理性的、很投入的状态，但有可能会导致我出现一些风险。但是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学习，还有一些我学习到的一些风险防控的知识啊，包括两性的一些更加专业的理论，我觉得我还是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了一些，可以更好的去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吧。所以也是节目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初入职场治好了雨桐的恋爱脑。真正的托底，谢谢咕噜比。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老师有好奇的问题？大家可以准备好举手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提问张泉灵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 AI 现在发展的如此迅猛，作为主持人这个行业，会有那种冲击和焦虑的感觉吗？会不会哪天就来一个什么著名主持人以下的普通主持人全部换成 AI？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有没有可能您和您的同事们就会成为中国最后一代的著名主持人？好塞雷啊，好塞雷啊！钱林老师，救救我们！哎呀。这个问题，你们问过自己吗？你们觉得自己这个职业被 AI 替代，有60%以上的可能性的，请举手。OK， 有很多人要互相看一看，然后再举手。好，我大致的判断是，如果你的工作只在电脑上工作，也就是说你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一个机器交流。你做的一切都可以变成数字化，即便你开一个会，也是跟别人去对你电脑上的内容。不管你此刻觉得自己有多高级，被 AI 替代的可能性极大。因为这一代的 AI 背后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所以不能言传，它就替代不了你。如果你的工作是非常程式化的，今天和明天和后天非常的相似，你就大概率会被 AI 替代。谢谢钱林老师。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老师有好奇的问题？好的，然后咱们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九，对，高清晨老师，想问一下你在节目录制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建议？然后当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就是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点，但是就被提醒到，就觉得还蛮合理的，就是遗嘱。
哦，因为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年龄才到这儿，就不用考虑这些东西。但是平时不管是工作也好，就是通过工作拿到的工资也好，还是创业也好，还是投资也好，如果有一天就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不怕1万就怕万一嘛？就如果发生了什么的话，这个东西谁来处理这个东西？那现在真的有开始准备遗嘱了吗？有在跟爸爸就是聊这个事情，就是我应该怎么规划这件事情，包括我妈妈也是。然后通过这个节目，真的是因为通过这个节目，因为学到了太多东西了，我天天就跟我爸爸妈妈讨论应该就是怎么准备以后的理财规划。谢谢小九老师。谢谢小九，所以学到了东西，惊讶就变成了惊喜。Yes， 他不是惊讶了，他就是为了预防，所以他变成了惊喜，所以就有了收获。好，我想跟刘璋来讨论2个问题，一个是你本人是大学是学那个经济和数学的嘛，这次来这个节目会觉得是重回了老本行吗？然后第2个问题是你本人是积极型的投资理财人吗？平时是怎么处理自己的资产？那其实，在这个参加这个金融季之前，我一个是做了很多的复习和一个信息的恶补，还有一个就是学习了很多关于这个风控方面的一些信息，这个是很全新的内容。那我觉得不应该说我通过这个专业知识回归老本行，而是这种高速这个运转的大脑以及这个通过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去排解问题这件事情，是有一种回到学校的感觉。对职场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那第2个问题是，说到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概念，我对投资这件事情它是非常抱有一个敬畏心的。我觉得这个投资这个概念它其实更广义的一个信息。那什么叫投资？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你在做理财这件事情本质是在做什么，就是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财富，去为未来去购置保障，或者说去生产更多的金钱。学有所用，是不是？是的。谢谢 AK。那我们 AK 其实在音乐上也一直在深耕，所以前段时间发布了新歌《赤马》，很好听。哦，哇！你的反射弧，哇，真的呢！哦，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没有花钱啊，居然还有这个免费打歌，对，真的很好听，可以去听一下哦。必须的，必须的。我们街头法则第8条 ，AK 就是最棒的。哇，天哪，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畅老师，您能用1句话来告诉我们，人生风控最该先守住的是什么？谢谢。其实我们经常会讲说，人生的风险4大象限，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意外，一个是养老，一个是家庭责任。如果说用1句话来说，就是最重要的需要去守住的话，我觉得就是健康和意外，因为这2个其实是我们整个人生需要去守护住的风险的底线。把这2个底线守护住了，我们才可以去追寻自己想过的生活，追寻自己的梦想，追寻自己的幸福。对。谢谢老师，谢谢李畅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全林老师，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说风险嘛，那我想说，您有预估过自己的人生风险吗？或者说，您现在觉得您的人生风险最大的是出在什么问题？谢谢。我告诉你，做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特别痛苦，因为每一期录完，委托人走了，我就坐下来跟专家聊一下，说我也有。就它太容易让你发现说，你原来觉得跟你不太相关的那个事情，你也会遇到。我现在做医疗投资啊，我要告诉你们非常明确的数字：80岁之后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比例会超过30%。你有没有担心过这种问题？谁是承托他们幸福晚年、照料他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委托人有的困扰，我也有，对吧？然后又做一期节目。说，你要不要讨论一下，将来是谁帮你拔的管？你看我有孩子，对吧？理论上我这个事情特别的稳，但是我不想把这个负累放到他的身上。这个决策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决策，所以我突然发现说，这事儿好像也跟我有关系。我说这事儿我咋处理呢？做这个节目之前，我本来以为说这应该是一个还挺
轻松的那个节目。我们听一听说那个明星们你们都有什么风险呢？但是你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说，明星只是把这个风险放在了更显眼的聚光灯底下，把它放大了而已。这是每一个人的风险。我建议大家把你们的人生清单也捋一遍。哎，还是我一开始举那牌子，保成长。我向你们保证，真的保成长。有时候能够提前准备、提前应对风险，反而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还有时间。谢谢全林老师，也谢谢今天所有媒体老师的提问，谢谢各位嘉宾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也希望这档节目呢可以成为大家的人生托底指南，也希望咱们每一个人懂风控、有底气、稳向前。最后呢，让我们所有的嘉宾老师一起来合一张影留念。今天我们的主题中女时代。哦。第一位委托人是杨汝晴。我跟我男朋友刚刚努力买了一个小房，那如果意外发生，我的份额分给我妈妈还是分给他，就这些都是有点伤感情，但我觉得不得不谈的问题。合资买房这个听起来法律上漏洞就很大，但是感情没了就不知道那时候他跟我妈妈会不会有一些纠纷啊？我觉得有必要讲清楚。哎，不至于吧？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遗嘱，最后其实是一家人的关系。婚前财产公证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分割，你们在意的啦？小鱼是恋爱脑吗？就另一位委托人尹红杰老师，31岁的时候遭遇了婚姻的婚变，背上了1000万的债务。我的家庭又比较特殊，我的爸爸、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我的妈妈、我的后爸，需要的是5个人的一个赡养。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糊涂了，钱花不到你身上，你身边爱的人还因为这笔钱打起来了，怎么办啊？他的状况跟我妈妈很像，所以我觉得我更容易代入一点。我的小孩子在国外，他不太会回来的。如果我突然有个意外的话，谁来决定我拔不拔管？您可以做一个承担某部分义务的遗产的赠与。父母也年事已高。我突然觉得有的事情看似很复杂，但是在专业的人面前，这些事都不是事儿了。这个是我给红姐姐做的一个小礼物。谢谢。啊，哎呀，我今天真的来得好值啊！突然觉得我对未来特别有希望，特别有信心。谢谢，我好感动啊！谢谢。迷雾里有讨好，独行也不慌，让承诺能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青春入的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窗，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